Hello，我是 BB。你有偷偷暗恋的对象吗？还是你有正在暧昧的人呢？你知道用吸引力法则就可以让他主动追求你哦。今天要分享两个精彩的故事。第一个是我自己的故事。我高中的时候啊，每天下课都会去补习。但补习班有很多男生，有一个男生我觉得他蛮可爱的，戴副眼镜，憨厚老实的感觉，就有一点点有好感。但是我们其实一点都不熟。然后在春假的时候啊，在家里没事做，春假有1个月嘛，我就去借了一大堆漫画来看。有一本漫画叫做《纯情房东俏房客》，然后那个男主角长得就有点像补习班那个男生，就是戴一副眼镜，可爱可爱的，憨厚老实，又有点腼腆害羞的感觉。我在看那个漫画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他哦，然后我就有点开始幻想他就是那个漫画里面的男主角，然后幻想我是里面的女主角。我就看的时候就会一直有那个画面，你知道吗？就好像我们两个就是一对。然后那整个春假大概就是3、4个礼拜，我就把那一整套漫画全部看完了，就是边看边幻想这样子。没想到春假结束，一开学之后，他就跑来追我了。他就一直在偷看我啊，然后打电话到家里来啊，要约我出去啊。然后其实我整个春假也没有跟他联络，没有讲话，我从来也没有暗示他。没想到就只是因为我在幻想我们两个是一对，整个春假，结果他就跑来追了。如果你有什么喜欢的对象啊，你也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，找一个你喜欢的小说或漫画或电影，然后幻想一下你们两个是男女主角。可是一定只能找喜剧哦，不可以找悲剧。第二个故事是来自美国的女生。这个故事我在很久以前就听到了，然后整个起鸡皮疙瘩，因为实在是太厉害了。这个女生说呢，在2009年的时候，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这个男生，两个人就变成普通朋友。那因为工作关系，他们常常搬来搬去的，两个人一直都是断断续续的联络，而且都只是朋友的关系。然后这个女生常常都觉得说，应该就是老天爷不想让我们在一起吧，才会让我们都遇不到对方。如果老天爷想让我们在一起的话，应该会遇见啊。等于是这个女生其实心里是在拒绝这份感情的。但两人认识多年之后，她还是觉得有点希望可以发展这个感情。于是有一天，她就跟宇宙说：“我想定下来了，如果是这个男生的话，就让他出现吧；如果不是的话，就让别的男生出现也好。”结果没想到那个男生又在他家附近出现了。所以他就觉得，那我来试试看跟这个男生发展感情吧。可是两个人聊一聊，始终都是跨不出那一步，因为他们已经当朋友很多年了。那个男生也跟他讲说，不想破坏两个人的友谊，如果变成情侣的话，很有可能吵架之后友谊就没了嘛。然后这个女生就有点伤心难过，但是那个女生知道是自己的关系，因为这几年来，她一直都告诉自己说，我们一定不是一对，我们才不会在一起。因此，她才会有现在的情况嘛，就是那个男的不想跟她在一起。那个女生发现就是自己思想的问题啦，所以决定用吸引力法则，让那个男生主动来追她。她要打破这个朋友的僵局。于是，她就开始想象，她想象那个男生拿着一束花，拿着一些巧克力，还有拿着一颗写着 "I love you" 的气球，站在自己家门口，跟自己告白的那个画面。那女生就一直想象这个画面，一直想象这个画面。每次当有怀疑的时候，这个女生就会告诉自己，那个男生一定会拿着花跟巧克力和那个 "I love you" 气球站在我家门口跟我告白，一定会，一定会发生，一定会发生。没想到才过几个礼拜，就有人按电铃了。他一打开门，那个男生就拿着花跟巧克力，还有那个 "I love you" 的气球，就开始跟这女生大告白，说我有多爱你，多喜欢你，我真忘不了你，我好想你。我其实早就不想当朋友了，可是不敢告诉你，就是噼里啪啦一直讲一直讲，然后大家就很开心在一起了。真的是太厉害了，我真的听到这故事超级鸡皮疙瘩。好，希望今天的故事对你有帮助。如果你有暗恋对象啊、暧昧对象啊，说不定可以试试看他们的方法哦。如果你想听更多吸引力法则的故事，这边还有哦。那么下次见喽，拜拜。